比特币当前所处牛市的哪个阶段？美国转出了1万枚比特币，是要进行抛售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此时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在走的是震荡下跌的行情。你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运行呢，我们的高低点都在不断降低的。虽然说我们没有出现暴跌，没有出现这种趋势的下跌，但是我们确实是在一段震荡下跌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美股标普500的图表呢给叠加到这个图表上面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这段时间呢，比特币它是在缓缓的往下走的，可是美股呢，它却在不断的创造新高，至少趋势肯定是向上的。那这其实不寻常因为我们在观察美股跟比特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基本上它的相关性呢非常非常的高你可以观察到基本上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呢，美股回调比特币通常会跟着回调，那美股上涨，比特币也会跟着上涨就连我们在上一次熊市的时候呢，比特币跟美股所创造出来最低点的时间点都非常非常的接近。然后美股迈入熊市的时候呢，比特币也迈入熊市，所以基本上这两者的关系呢，可以说是千丝万缕。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就在最近，比特币随着白直线在往下走但是美股呢，它却在不断的上涨，它甚至已经拉出了一段行情了。你可以看到美股是在往上走的，美股标普500呢，我们是用红色线表示用红色的这个折线图表示，那 K 线呢就是比特币的行情。其实这种状况呢，我们在之前我们也有见过之前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行情，其实我认为非常的明显就是比特币很明确的在往下走一直走到312也就是我们从小牛结束呢，一直到312，我们这个趋势呢，很明显是在震荡下跌的。当然了，我们在312是有加速下跌，不过美股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却是在不断的上涨，甚至创造出新高，直到312。当时新冠疫情爆发，所以我认为这两段行情呢，它绝对是有相似之处，绝对是有可比较之处的。我也认为呢，比特币在我们这轮牛市的阶段呢，就大约在这段行情当中大约在上一轮的这样的行情的市场阶段也就是我们你可以观察到除了这两段行情呢，我们其他时间基本上美股跟比特币的行情呢，都非常非常的相关性是很高的，而且是正相关的这种行情。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市场阶段认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可以观察，我们现在呢大约是在减半附近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一次是在4月减半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次呢大约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减半也就是它的时间点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大约在这附近，然后我们去减半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在减半前后会遇到这种状况。再来，我们接下来即将进入降息的周期，我们在9月我们就一定会降息了。那我们当时呢降息也是从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减半的附近、降息的附近，我们就会出现这种美股跟比特币它走势相互背离的状况，也就是走势相反那我也认为呢，我们当前所处的这种市场阶段呢，它是雷同的这两者呢是有可比性的。那首先呢，我们先只留下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可以观察当时我们在这段行情的时候呢，我们所处的阶段是什么？我们先画出5浪我们都知道我们上轮牛市是一段5浪的上涨我们在小牛是我们的第一浪小牛1浪上涨完之后呢，我们在2浪的回调。那这2浪的回调呢，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下跌，它并不是说走出了空头的走势。我认为你说它是空头的走势，其实如果你要去操作空头的话，也会不这么顺利的，因为它其实是震荡下跌，然后并且慢慢往下走。你可以观察这段行情当然这个312它就是特殊的状况，特殊的黑天鹅。不过你看这段行情，我认为跟我们当前的走势非常的雷同，震荡下跌，它并不是走趋势的下跌并且呢，我们当时是在2浪的调整当中。那总体来说我们最后在这个位置震荡了500多天就在这个区间内，就在这个横向的区间之内呢，折腾了非常非常久。那折腾完之后没问题，我们就开启了我们第3浪的上涨。所以我认为当前所处的市场阶段呢，就在第2浪那也跟我们当前的位置呢，我认为也是可以去相比拟的我们1浪呢，我们走到了74000，然后我们2浪回调这个回调会到什么点位确实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
结构是这样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这样迎接我们最狂暴牛市最狂暴的第三浪。所以我认为这两者的市场阶段是相同，它也表现出了非常类似的特征。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赢了赚钱，你可以提币走，算你的。那输了呢？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 Roomax， 你可以先注册之后呢，这个奖励你可以先领，然后你再点击下面的100U 保赔活动。你点击到这个链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记得一定要点击报名哦。那在活动时间内呢，2个礼拜到8月26号为止，你只要亏损100U 以内，它都可以100%把现金再偿付。不过呢，如果你赚钱了，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就是100U 的赠金的活动啊。好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当前的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标普500它现在确实已经把这波回调呢给走完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回调呢，基本上它上涨的幅度已经占回调幅度非常高的比例了，已经来到了786了。就等于说我们这一段的上涨呢，它不可能是反弹不可能只是反弹然后我们原本潜在的趋势线呢也被突破了，然后我们的关键位就是互换也已经失守了，所以我认为美股接下来很快就会创造出新高。我认为在下周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美股的新高的。现在美股呢回调可以说是结束了，不过美股它也跌破了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条趋势线你可以观察到在这里有条趋势线那趋势线跌破呢，不一定代表它一定要走空。趋势线跌破不一定要走空而是说原本的多头走势它绝对有变弱至少我们跌破趋势线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去解读的但不代表我们这个多头走势它就不能再延续但是有变弱。那我们回到周线呢，我们可以观察，其实我们上礼拜一的下跌呢可以说是针对我们前面的互换做了一次回踩对吧自从我们回踩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往上走，我们低开过后就不断的往上涨。那就像我们在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我们在突破一个重要的阻力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时常是会进行回踩确认然后再继续向上的。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非常雷同的行情。好，那我们再来注意到最近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美国它确实转出了1万颗的比特币，从美国的钱包转到 Coinbase。你可以观察到这个记录其实在 Ockham 上面呢都是非常的详细的。不过你依然可以看到目前在 Ockham 的美国政府的页面呢，它依然是持有20.3000枚比特币，也就是它转出归转出，但是还没有卖出它还没有卖出。那我们来看一下 Cointelegraph 的这则报道吧。标题有提到美国政府转出的这1万枚比特币，大约价值是5亿9千万美金是从丝路丝路就是美国一个在网络上买卖毒品用比特币买卖毒品的网站。那后来这个网站被查封之后呢，这些比特币就都收归国有他认为这些转到 Coinbase 的比特币呢，很有可能并不是要拿来去卖的。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一段话好了。非常有可能呢美国政府它转移这些比特币到交易所里面只是为了要去做交易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卖掉但是呢，它很有可能是要做 custody， 也就是它是把这些资产呢放到 Coinbase 去做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牛市是 ETF 牛嘛，那这些美国的 ETF 呢，大多数买来的比特币呢，大多数是放在 Coinbase 当然 Kraken 一些其他小的交易所它也是会有一点点但是大多数都是放在 Coinbase 就等于说有非常大量的比特币被储存在 Coinbase。那美国政府也很有可能就慢慢想把它这20多万颗的比特币呢，也或许转移一些到比特币来去做储备，因为他认为这样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他很有可能并不是要卖而且其实通常这种消息呢，我认为是听听就好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次德国政府抛售比特币的时候，请问是消息先出来，还是我们先看到盘面砸盘呢？一定是先看到盘面砸盘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其实消息呢，在行情的判断上面呢，它确实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市场，但是你说它对我们交易当下的那个判断呢，我认为注意是非常非常小的当我们能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或者说能对这个消息做出正确解读的时候当然很多解读是错的我们能做出正确解读的时候，其实行情早就走出去一段了或者说已经不值得我们再去操作这样的行情所以基本上
我认为还是盘面会比消息要更重要啊。但是消息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这个市场。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的流动性。我们都知道啊，如果说全球的流动性增加呢，那各个资产啊，风险资产呢就会上涨啊，包括美股、比特币等等的，甚至比如说房地产啊，它也会因为全球的流动性增加而上涨。然后还有一些奢侈品啊等等的，也都会因为全球的流动性增加上涨，然后就带动全球的物价呢提高，然后我们的通膨呢也会提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我认为整理的还算是蛮详尽的。那下面呢有3个这个色带啊，它有分成蓝色，它有分成绿色跟红色。那这3个色带呢，分别表示了日本央行，还有中国的央行，还有还有美国的央行，这3家央行呢，他们有没有进行放水计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1个月啊，日本的央行就增加了400个 billion 啊，4000亿的流动性。那中国人民银行呢，也增加了970亿的流动性到市场上面。那我们也知道啊，除了中日两国之外呢，美国也即将在接下来降息。那当前是肯定是没有缩表计划的，所以全球的流动性呢，绝对是在增加过程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只要这个色带呢，它是呈现绿色的，那就表示我们的流动性呢是在增加的。那当这3国的政府中美日，然后这3国的政府呢，都开始增加流动性之后你可以发现到，其实比特币的狂暴的牛市呢，往往就在此时候会开启。我们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呢，它都会有2个这3家央行呢，他们同时在为市场上注入流动性。不过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慢慢在震荡的过程那我相信我们现在也很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那等到我们第2次呢开始全面性的加入流动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它才有可能去开启很狂暴的牛市。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还有2017的这2轮牛市呢，其实都是如此都是如此。那我们在一开始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它虽然说流动性已经展开了，但是我们在底部呢还是进行盘整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很有可能就在这样子的阶段就等于说我们前面这段上涨呢，它其实绝大多数并不是由于增加流动性而导致的，而真的是因为 ETF。那接下来要增加流动性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迎来接下来这种狂暴的上涨。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